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总有那么一些男人，他们不爱应酬，不爱热闹，宁愿一个人静静待着，也不愿意去凑那些没意义的局。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男人，就会摇摇头说，这人太孤僻了，不合群，没出息，将来肯定没啥大出息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。爱独处的男人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他们身上藏着的人生智慧，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过去所有的认知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一个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钱吗？是地位吗？是别人的认可吗？都不是。一个男人最需要的是清醒，是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，还能保持一颗清明的头脑，看清楚自己真正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而这种清醒，恰恰只有在独处中才能慢慢获得。你看现在的社会，到处都是热闹，到处都是聚会。今天这个饭局，明天那个同学会，后天又是什么联谊。表面上人情味十足，可你仔细想想，这些场合里有多少是真心的交流？大部分时候，不过是你表演你的成功，我表演我的体面，大家都戴着面具。散场之后呢，留下的只有疲惫、空虚，还有更深的孤独。真正聪明的男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，他们不是不会社交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太懂人性，太明白那些表面热闹背后的虚假，所以他们选择把时间留给自己，把精力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这不是逃避，这是一种高级的人生智慧。我跟你讲第一个故事。台北有一位做茶叶生意的陈老板，50多岁，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个热衷应酬的人，每天晚上不是在酒席上，就是在牌桌上，总觉得这样才能维系人脉，才能把生意做大。做了20几年下来，他发现一个问题，那些酒肉朋友一点都不牢靠。生意好的时候，大家都来捧场，生意一旦遇到困难，电话打过去，平常称兄道弟的人一个都联系不上。有一次他资金周转不开，打了30几通电话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。那次之后，陈老板彻底醒悟了，他开始大幅减少应酬，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回到自己的茶室，一个人泡茶、读书，静静思考。很多人说他变了，说他架子大了，不近人情了，他不在乎。他用独处的时间，把整个茶叶生意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，把那些没有价值的环节全部砍掉，专注做好茶，做精品。结果3年之后，他的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。来找他的都是真正懂茶、尊重茶的客户。陈老板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一个人只有在安静的时候，才能听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。你看，这就是独处的力量。他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而是给自己一个空间，去整理思绪，去反省过往，去规划未来。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台南，有一位教了一辈子书的林老师，年轻的时候他很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总想得到学生的喜欢，同事的认可，校长的赏识。为了这些，他做了很多违心的事，说了很多违心的话。后来有一年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里躺了2个月。那2个月，他一个人面对天花板，想了很多很多。他突然明白，人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往往是自己。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取悦别人，却忘了好好对待自己。
病好之后，林老师就变了，他不再参加那些无聊的聚会，不再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。每天下课后，他就回到自己的小书房，读书、写字、听音乐。周末的时候，一个人去爬山，或者到海边走走。很多人说他变得孤僻了，可是他的学生却发现，林老师的课反而讲得更好，因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教学，而不是在表演别人的期待。林老师后来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当你开始学会跟自己相处，你才真正开始成长。第三个故事发生在花莲，有一位木工师傅姓黄，手艺极好。早年在台北工厂上班，每天跟一大群人赶订单、加班、应酬，总觉得这样的人生才热闹，才有奔头。做了10几年后，他得了严重的胃病，医生说是压力太大，生活不规律，他干脆辞职，回到花莲老家，开了一间小小的木工坊。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，说他好好的工作做，跑回来干什么？挣的钱还不到以前一半。可是黄师傅不在乎，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先去海边走一圈，回来后就在工作坊里慢慢做木工，不赶工，不接急单，每一件作品都仔细打磨，精雕细琢。有时候一整天就做一个小板凳，可是那个板凳的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。慢慢的认识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不是因为他会应酬，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会说话。有人甚至从台北专门开车过来，只为订一张他做的桌子。有一次客人问他，你这样做一年能挣多少钱？黄师傅笑了笑，说够花就好。我现在要的不是钱多，而是心安。以前在台北一个月挣6、7万，可是每天晚上睡不好，胃痛，心也痛。现在一个月挣2、3万，可是我睡得安稳，吃得香，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。你说哪一种活法更值得？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。我们常常以为成功就是要挣很多钱，要有很高地位，要让所有人都认识你。可真正的成功，是你能不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能不能心安理得。爱独处的男人，往往都经历过一些事情，他们可能经历过背叛，看清了人心的复杂，可能经历过失败，明白了成功的不易，也可能经历过热闹过后的空虚，懂得了内心充实的重要。这些经历让他们成熟，让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外在的热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价值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人话都不多？因为他们在独处的时候，已经把该想的都想清楚了，把该悟的都悟透了。他们不需要通过听说话来证明自己，不需要通过炫耀来获得注意。他们内心充实，所以外表平静，精神富足，所以不需要物质的堆砌来彰显身份。我们的文化一直强调中庸之道，强调平衡。什么是平衡？不是让你每天都去应酬，也不是让你完全与世隔绝，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热闹，什么时候该安静，该出去的时候全力以赴，该回来的时候安心独处。就像太极一样，有阴就有阳，有动就有静。很多人只看到阳的一面，只看到动的一面，拼命往外跑，拼命社交，结果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。他们忘了还有阴的一面，还有静一面。只有阴阳平衡，动静结合，
人才能活得舒服，活得长久。爱独处的男人懂得这个道理，他们知道独处不是目的，独处是为了更好的相处。一个人只有先学会跟自己相处，才能真正学会跟别人相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连自己都搞不定的人，怎么可能搞得定复杂的人际关系？一个内心混乱的人，怎么可能给别人带来平静和力量？所以独处是一种储备，是在为下一次的相处积蓄能量，就像一口井，你不能一直往外抽水，总要给它时间，让地下水慢慢渗进。一个人也是一样，不能一直往外输出，总要给自己时间，让能量慢慢恢复。独处就是这个恢复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里，你读书，你思考，你沉淀，把浮躁的东西过滤掉，把精华的东西留下来。等你再出去面对世界的时候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，你变得更有深度，更有内涵，更有力量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独处会不会让人变得自私？会不会让人懂得关心别人？恰恰相反，一个真正懂得独处的男人，反而更懂得关心别人，因为他在独处的时候学会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所以也更能听懂别人内心的声音。他看清了自己的需求，所以也更能理解别人的需求。他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，不会要求别人按照他的方式生活，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而且爱独处的男人，他们的人际关系往往质量更高，他们不需要那么多泛泛之交，他们要的是几个真心朋友，他们宁愿1个月见1次面，好好聊几个小时，也不愿意每天在酒桌上虚与委蛇。他们看重的是交往的深度，而不是交往的频率，这样的关系才稳固，才持久。你想想看，那些每天泡在一起的人，表面上关系很好，可真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有几个能靠得住？反而是那些平时不常见面，但每次见面都是真心交流的人，在关键时刻才会真正帮你。再说情绪管理，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爱独处的男人情绪都比较稳定，很少大喜大悲，大起大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独处的时候已经学会了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。人都有情绪，这是正常的，可大部分人不知道怎么处理，要么压抑，要么爆发，要么找别人倾诉，这些方法都治标不治本。真正会处理情绪的人，会在独处的时候跟自己的情绪对话。生气了，问问自己为什么生气？是因为别人真的做错了，还是因为自己的期待没有被满足？难过了，想想难过背后隐藏的是什么？是失望、委屈，还是害怕？当你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情绪，给他一个名字，给他一个解释，这个情绪就不会那么可怕了。他就像一个孩子，你越逃避，他越闹腾，你正面去看他，理解他，他反而会安静下来。一个爱独处的男人，在那些安静的时光里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，他在梳理情绪，在理解内心。所以当他面对外界的时候，就不容易被情绪左右，不容易做出冲动的事。这种情绪管理的能力比任何技能都重要。在家庭里，这样的男人往往是定海神针，是避风港。家里人遇到事情都愿意跟他说，因为他不会大惊小怪，不会火上浇油，他会冷静分析，理智应对。很多女人抱怨先生回家后不说话，躲进书房一待，
就是几个小时，觉得他不爱家庭。其实这是误解。一个爱独处的男人不是不爱家庭，恰恰相反，他太爱了，所以才需要独处的时间来调整自己。他在外面承受了多少压力，工作上的竞争，人际上的复杂，经济上的负担，他不能在外面表现出脆弱，所以回到家，他需要一个空间，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一下。这个时候，他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问候，而是安静，是独处。等他恢复了能量，他自然会更好陪伴家人。如果女人能理解这一点，给男人一些独处的空间，这个家庭会幸福很多。当然，独处要有度，不能变成逃避。真正健康的独处是短暂，是为了更好的回归。就像一个战士打了一天的仗，回到营帐需要休息，擦拭武器，调整状态，第二天才能继续战斗。独处就是这个休息和调整的过程。独处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找到自己。什么叫找到自己？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不迷失，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。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扮演各种角色，在父母面前是儿子，在妻子面前是丈夫，在孩子面前是父亲，在公司里是员工或老板，在朋友面前是兄弟。这么多角色，这么多面具，有时候你会不会突然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？你会不会觉得很累，活给别人看，却忘了自己想要什么？独处就是让你卸下这些面具，脱掉这些角色，回到最本真的自己。在那个安静的空间里，你不需要扮演任何人，你就是你。你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、恐惧、软弱和渴望。这种诚实很难得，也很珍贵，因为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，你才能真正了解自己，才能做出符合内心选择的事。很多人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父母希望你考好学校，你就拼命读书；社会认为你该买房买车，你就拼命挣钱；朋友觉得你该多应酬，你就勉强参加。可你有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快乐吗？一个爱独处的男人，问过自己这些问题，而且有勇气按照自己的答案去生活。这种勇气是在一次次独处中培养出来的。每一次独处都是一次跟自己对话，一次对内心的探索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那些别人强加的期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你开始学会说不，学会拒绝，学会选择。你开始明白，人生是你自己的，不是活给别人看的。你要对得起的，首先是自己，然后才是别人。当一个男人达到这个境界，他就真正自由了。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，而是你不再被外界的声音绑架。你有自己的主见，自己的判断。你可以选择热闹，也可以选择安静，可以选择成功，也可以选择平淡。每一个选择都是你自己做的，你都能承担后果，都心甘情愿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独立。而且爱独处的男人，精神世界是丰富的，他不需要靠外界的刺激来填补空虚。他可以一个人读一本书读到忘记时间，可以一个人听一首音乐听到热泪盈眶，可以一个人看着窗外的雨看到心静如水。这些简单的事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无聊，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享受，因为他在这些简单的事情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，
找到了存在的价值。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，今天流行这个，明天流行那个，大家都在追赶潮流，怕被时代抛弃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？人对平静的渴望，对真诚的向往，对意义的追求，这些是永恒。一个爱独处的男人，追求的就是这些永恒的东西。他不在乎外界怎么变化，只在乎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充实，是不是平静，是不是喜乐。我常常觉得独处是一种修行。什么是修行？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修炼自己的心性。你不需要跑到深山里，不需要出家当和尚，你只需要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，反省自己，调整自己，看看今天哪里做得不好，明天怎么改进，看看自己的缺点在哪里，怎么克服，看看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，怎么发挥。这个过程就是修行，就是成长。通过独处，一个男人会变得更有同理心。这听起来好像矛盾，可道理很简单。当你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，都有自己的痛苦。那个看起来很成功的人，可能内心很孤独；那个总是笑嘻嘻的人，可能心里很苦；那个对你态度不好的人，可能他自己正在经历困难。当你有了这种认知，你就不会轻易评判别人，不会轻易指责别人，你会更宽容，更包容，更懂得体谅。你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就生气，也不会因为一个行为就断绝关系。你知道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世界，每个人都在尽力而为。这种同理心是最高级的善良，也是最深刻的智慧。再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，现在很多人拼命追求物质，觉得有钱就有一切。可我要告诉你，物质能给你的永远是有限的。你买了一辆车，刚开始很开心，过3个月就习惯了。你换了大房子，刚搬进去很兴奋，过半年就觉得平常了。物质带来的快乐都是短暂的，是需要不断升级的。精神上的富足却不一样。当你读懂一本好书，那种领悟会伴随你一辈子。当你想通一个道理，那种通透会影响你往后所有的决定。当你内心平静了，那种安宁不会因为外界变化而消失。一个爱独处的男人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更注重内在的修炼，而不是外在的堆砌。他可能房子不大，车不贵，衣服不名牌，可是他内心充实，精神富足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物质不重要，人总是要生活，要养家糊口。我想说的是，不要本末倒置，不要为了追求物质而失去自己。有些人为了挣钱，什么都做，良心都不要。有些人为了成功，什么手段都用，道德都不顾了。到最后钱是挣到了，人却废了。晚上睡不着，吃饭没胃口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？一个爱独处的男人会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。他会挣钱，但不会为了钱出卖自己。他会努力，但不会为了成功放弃原则。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。他活得清醒，活得明白，活得有尊严。说到尊严，这又是一个深刻的话题。很多人以为尊严就是要让别人尊重你，要有面子，要有地位。可真正的尊严是你自己尊重自己。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人，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？你为了讨好别人，
说违心的话，做违心的事。表面上大家都喜欢你，可你自己呢？晚上躺在床上，能不能坦然面对自己？一个爱独处的男人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尊自重。他不会为了一顿饭低三下四，不会为了一笔生意卑躬屈膝，不会为了别人一句赞美改变自己的原则。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，不需要通过外界的认可来证明。这种骨子里的自信才是真正尊严。独处还让一个男人更懂得感恩。当你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会想起很多事情，父母养育你的辛苦，妻子陪伴你的不易，孩子给你带来的欢乐，朋友在你困难时的帮助，这些平时被忽略的，在独处时都会浮现出来。你会更加珍惜那些真心对你好的人，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你的人其实多，所以你会更加用心对待他们，不会把他们的好当成理所当然，你会记得他们的恩情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出来。我听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发生在宜兰，有一位60多岁的农夫姓张，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，也没做过什么大事，就是老老实实种田。他有个习惯，每天晚上吃完饭一定要到田边走一圈，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看着自己的田地，看着远处的山，看着天上的星星。他的儿子从台北回来，看到父亲这样，就问：爸，你每天晚上站在这里想什么？张老伯说：我在想，这片田是你爷爷留给我，我种了40年，现在要传给你了。我站在这里，就想起你爷爷当年教我怎么种田，想起你妈妈跟我一起在田里流汗，想起你小时候在田埂上跑来跑去。我这辈子虽然没挣到什么大钱，可是我对得起这片土地，对得起这个家，对得起我自己。儿子听了很感动，问：爸，你这样不觉得孤单吗？张老伯笑了，说：孤单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跟天地在一起，跟祖先在一起，跟自己的心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充实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普通农夫的智慧。他没读过什么书，却懂得人生的真谛。他在独处的时候跟天地对话，跟自己的心对话。这种对话让他内心平静，让他知足常乐，让他活得踏实。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吗？现在来说说怎么培养独处的能力。因为很多人害怕独处，一个人待着就觉得空虚无聊，忍不住要找事做，要找人说话。这其实是因为他们不习惯面对自己，不敢面对内心的声音。培养独处的能力，第一步是要学会接纳自己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纳自己的软弱，接纳自己的平凡。你不需要在自己面前装，不需要证明什么，你就是你，有优点也有缺点，有长处也有短处，这很正常。当你能接纳这样的自己，你就不会害怕独处了，因为你知道跟自己在一起是安全的，是舒服的。第二步，要给独处找一个内容，不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，那叫浪费时间。真正的独处是有内容的，是有意义的。你可以读书，可以写字，可以思考，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重点是，这件事是你真心想做的，不是为了给别人看，就是单纯因为你喜欢。第三步，要学会享受独处。刚开始可能会不习惯，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，会忍不住想刷手机，想找人聊天。这个时候你要克制自己，坚持下去。慢慢的你会发现独处其实是一种享受，
那种安静、那种自由、那种不被打扰的感觉是多么珍贵。你会开始期待那些独处的时光，觉得那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刻。当然，独处不是逃避，有些人打着独处的旗号，其实是在逃避责任、逃避问题、逃避人际关系，这不是真正的独处，这是懦弱。真正的独处是为了更好的面对生活，更好的承担责任，更好的处理关系。你在独处时积蓄能量，调整状态，想清楚问题，然后回到现实中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该面对什么面对什么，这才是健康的独处。这里要特别澄清几个常见误解。独处、孤僻。孤僻的人是封闭自己，拒绝跟外界交流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而爱独处的人只是选择性社交，有选择的交往。他们不是不会社交，而是不愿意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社交上。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圈，虽然不大，但每一个都是真心相待的。独处、逃避，真正的独处不是躲避现实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回归现实。独处自私，恰恰相反，懂得独处的人，往往更懂得关心别人，更有同理心，更宽容。独处和孤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爱独处的人出去的时候，反而更能给别人带来价值，因为他们在独处时已经把很多事情想清楚，把很多知识消化吸收了，所以他们跟人交流时能说出有深度的东西，能给别人启发。他们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有分量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《易经》里的一个卦象，叫艮卦。艮就是山的意思。这个卦告诉我们，人要懂得适时而止，要懂得静下来。山是静止的，可它内在的力量是巨大的。一个爱独处的男人，就像一座山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安静，可内在的力量深厚。他不需要通过外在的表现来证明自己，他的力量在内心，在精神，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。山是稳重的，是可靠的。你想想看，当大风来的时候，树会摇晃，草会弯腰，可是山不会动。一个爱独处的男人，就是家里的那座山，是公司里的那座山，是朋友圈里的那座山。别人可能会慌乱、焦虑、不知所措，可他不会，他内心稳定，所以外在也稳定。他给周围的人带来安全感，带来信任感。易经里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慎独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，在独处的时候更要谨慎自己的言行，因为独处的时候没有外界的干扰，没有别人的眼光，你面对的是最真实的自己。这个时候你怎么做才真正代表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经常一个人坐在车上思考。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，也是独自静坐。就连现代很多企业家，他们的传记里几乎都有独处思考的习惯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在热闹的时候，很容易被外界的声音影响，很容易随波逐流。只有在安静的时候，你才能听见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，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是第一位的，是根本。什么是修身？就是修炼自己的品德，提升自己的修养。这个过程离不开独处。品德是什么？是你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还能坚持做对的事。修养是什么？是你在面对诱惑的时候还能守住自己的底线。这些都需要在独处的时候去锻炼。
看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，不要看他在酒桌上说什么，要看他一个人的时候做什么。因为在独处的时候，他装给谁看呢？他做什么，想什么，才是他真正的样子。独处和年龄也有关系。我发现越年轻的时候，人越喜欢热闹，越害怕独处，因为年轻人还在寻找自己，还在证明自己，需要通过外界的反馈来确认存在。可随着年龄增长，经历增多，人会慢慢发现，外在的东西其实没那么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充实，是精神的富足。所以很多中年以后的男人开始喜欢独处，不是他们变老了，变孤僻了，而是他们变成熟了，变智慧。他们找到了自己，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这种清醒，这种笃定是年轻时没有。但这不代表年轻人就不能独处，恰恰相反。如果年轻人能早点培养独处的习惯，他的人生会少走很多弯路。他不会被表面的东西迷惑，不会为了合群违背自己的意愿，不会因为害怕孤独做出错误的选择。他会更早认识自己，更早找到方向，更早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常常跟年轻人说，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参加多少聚会，认识多少人，而是要好好认识自己。你是谁？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的价值观是什么？你的底线在哪里？这些问题只有在独处的时候，你才能真正想清楚。想清楚了，你的人生就有了根基，就不会被外界的风吹来吹去。独处还能提升个人的创造力。你想想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、思想家、发明家，哪一个不是在独处中完成他们的作品？创造需要专注，需要深度思考，需要不被打扰。在热闹的环境里，思绪很容易被打断，很难进入深度状态。只有在独处的时候，你才能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上。这不只对艺术家有用，对每一个人都有用。你在工作中遇到难题，需要想办法解决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一个人好好想想。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最好的方式也是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，听听内心的声音。很多时候，答案不在外面，在你自己心里。你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，把那个答案挖掘出来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说说独处和人生境界的关系。人生有不同的境界，最低的境界是为了生存而活，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吃饱穿暖。再高一点，是为了成功而活，想要挣很多钱，有很高地位，更高的境界，是为了意义而活，想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，想要帮助别人，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。最高的境界是为了自己的心而活，不为别人的眼光，不为社会的标准，只为内心那份安宁和喜悦。一个爱独处的男人，往往已经到了比较高的境界，他不再为了生存挣扎，也不再为了成功焦虑，他在寻找的是内心的平静，是生命的意义，是精神的自由。他在独处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跟宇宙对话，跟天地对话，跟自己的灵魂对话。这种对话让他超越了物质的层面，超越了世俗的标准，达到了一种更高的人生状态。这种状态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，可一旦你达到了，
你就会发现，人生原来可以这样活。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，不需要那么多的认可，不需要那么多的热闹，你只需要一颗平静的心，一个安静的空间，一些真心的朋友，一份有意义的事业，这就够了，真的够了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男人喜欢独处的时候，不要觉得他奇怪，不要觉得他孤僻，他可能是看透了很多事情，想明白了很多道理，他可能是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人生，他可能是在那些安静的时光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这样的男人是值得尊重，是值得学习。而如果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走在了一条正确的路上。不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而怀疑自己，不要因为社会的标准而改变自己。继续你的独处，继续你的思考，继续你的修炼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些独处的时光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那些在安静中得到的领悟，会陪伴你走完这一生，会让你在任何境遇下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坚定。记住，独处不是孤独，而是一种能力，一种智慧，一种境界。爱独处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真正活明白的人，他们懂得人生的真谛，他们找到了内心的平静，他们活出了自己的样子。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，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。